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情感导师于博宏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于继静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嘉宾的基本情况，请看。我选择跟他在一起是觉得他性格好贤惠，我现在觉得看走眼了，他拿我不是那么当回事儿。我们俩都有过一段婚姻，我们在一起也是想奔着结婚去的，但他出了一些大事，总是感觉很不尊重我。他平常待人接物都很好，对谁都一样好，但对我就不一样，做事情也不和我商量，我很不平衡。他太自私了，不能像一个男人去解决问题。我现在对我们的感情很迷茫，不知道该不该继续。有请这对嘉宾，有请。刘先生39岁，来自天津，自由之热；万女士46岁，来自山东个体。欢迎两位哈。谈了多久？小1年。感情好吗？之前挺好。之前挺好，对，现在遇到点问题。碰了什么问题？他不尊重我，有嘛事不跟我商量，所以我这个心里不是滋味。这全是概念化的东西，能具体吗？具体的他做了哪些？他是2婚，我也2婚。他是俩闺女，小闺女归他，大闺女归他前夫。他前夫呢年前脑梗，他就没跟我打招呼，就把大闺女接过来了。那跟你打什么招呼啊？那跟我商量商量。主持人，这我这跟你说一下啊，因为我前面的一段婚姻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幸。我跟我前夫判离的时候，他一个我一个，我是一对双胞胎，孩子呢还不满6周。那在年前的时候吧，他爸爸就是突然之间得了这个脑梗，你想我一个做母亲的那边来电话，让我赶快赶过去。首先我第一时间我想到我孩子的安全问题，是不是？我到那之后，他爸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就顺便就赶紧去查他的卡，看有没有钱，赶紧去医院。结果一查卡，上面只有30块钱了。毕竟孩子他父亲嘛，我也动了恻隐之心。虽然前面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不好，那我自己就想，孩子长大之后，我不能让他埋怨我，是不是？是。我本着这个心，然后我就说，我就这样去做了，没有太多的考虑，就是给他出了这个住院费什么的，是吧？对，然后我把这个孩子也接回来。那抚养费也没要，你这做的没毛病啊。因为后面我有给他解释吧，他现在状态的话，就是他的一个左手吧，然后就是有点半身不遂了。你想想这情况，他怎么去赚钱去养这个孩子？我觉得您就把孩子接到身边这件事儿，没有任何人有权利说一句话，有权利做任何的指责，而且对这姐妹来说是特别好的。关键是他一直以这个话题来提，就是说动不动就说我这话，就是说我不尊重他。你怎么的？你不尊重最后我通知你说人家又没嫁给你，告诉你什么呀？关键是我后面我告诉你了，你还是不理解我，是不是？人家不是告诉你还是对我是百般不饶的，动不动就提醒我这件事情。抠抠搜搜的，我一打电话一问才知道，找朋友借钱借6万多块钱给那前夫治病。那为什么没找你借呢？没找我，你别管。那你知道了为什么没支援他一些呢？我凭嘛支援他？他本身他前夫就不好，要好我肯定就支援，本身对他就不好。虽然说前夫对我不好，但是我是说，孩子这么大了，毕竟是他的父亲，是不是？我第一个时间我首先告诉他的，因为他父母都不在了，还有他的一个弟弟和妹妹。然后电话打过去之后，就说我没有钱，我最多我就给你一个人给你付3000块钱，总共6000块钱，其他的钱就是说生与死和他们没有关系。你就是人性，你还救你本身家里都不管，你说在外人管。你说这件事情，你说他家里不管了，我跟他这么多年夫妻，再说还有孩子，行了，是不是？您别说了，这事儿你就觉得不尊重你了，没跟你商量了，还有什么事儿？还有什么事儿？你说我有时带孩子，我也是这闺女，俩闺女，有时带孩子去他们家，那天做饭，我当然是平时就是3个孩子买一样的玩具。那天我们这做饭呢，那俩孩子把我闺女的磕眼角推那儿磕眼角，回来前妻就不干了。就让他给赔道歉，他就不赔道歉。那主持人，我这说一下哈，他一说我也很来气哦。你说
孩子在一起，你说这6、7岁的小孩子在玩家家，难免的就是磕着碰着的。这个作为家长谁都不愿意发生，对吧？孩子呢用家里的电话给他妈妈打过电话，他妈知道我家里的座机电话就给我打过来，打了我接的，是不是？这件事情我也跟他解释了，结果他的前妻找我一顿臭骂，就说啊，你大人怎么做的啊？你就这么欺负我孩子，你以后离他远点，就这么告诉我。你说让我能接受吗？你说那样就不对，万一要磕你孩子呢？磕你俩孩子呢？怎么说呢？你怎么说话这么不是你们这犯浑呢，组长？能不能讲点道理？再说了，我来跟您讲道理。我们家孩子跟您家俩闺女玩，我们家孩子眼角磕了。您作为母亲的，孩子小，您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哎呦，对不起，谁谁谁的爸爸啊！你看孩子玩没注意，但是确实伤到你们家孩子了。这话您该不该说？我已经说过了。但是我说了是吗？对，我说完之后，他前妻还在对我骂我，那是他的事，一点都不饶。人家说没说这话？人说了，你光说有嘛用？你不得当面你说，还要让我去那买个东西嘛的，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嘛，不也是？那你就把东西买着去呗。那人没诚意，人家说你没诚意，你光电话说没诚意。你看吧，他说什么话？你说。我已经道歉了，是不是？他前妻不接受，我是跟他说，我说我买的东西你给孩子送过去，是不是？你说一个前妻一个前女友，你作为你自身一个男人的话，你是不是中间要调解一下，对不对？行，一味的是在指责我，在怪我。听懂了。还有呢？你说我有事，我有急事，我找他电话好多回都不接，上午打了，你下午你忙完了你给我打过来也行，不对，等我到晚上我再打一次之后，结果他跟他的闺女在一起。在吃饭，我闺女那是有事儿，你跟他妈吵起来了，我肯定啊！你说有事儿了啊？他闺女一个专接电话，那个不允许我打，我只打另外一个电话。那你说可不专线。你闺女有事，那我这不就不是事儿吗？有事按顺序走啊。什么叫按顺序？这还有按顺序走啊？有些事情先办，有些事情后办，是不是？哪个急哪个缓？难道你不知道吗？能有嘛事儿？哎呀，你说的也太简单了吧？日子不是你自己过的，是吧？大家互相在一起，是不是要互相理解一下？你说我找个男朋友，我目的是为了什么？我小你大，你肯定得理解我呀，对吧？这和大小没有关系。好，人就怕过事儿啊，过事儿就见人呐。觉得大姐怎么样？好是好，太唠叨。我前妻就有点唠叨，但是他比我前妻还过分。哦呦！我现在住房子，然后他就嫌弃我这不干那不干，我怎么舒服怎么来呀？他就嫌弃我这什么空气净化器也买了，扫地机器人也买了。你说家里那个房间这么大个地方，买了好几台那个空气净化器，还有那个机器人也买的那么贵，你是何苦呢？又浪费钱。你说你年轻力壮的，你哪用的时候你就搬一下不就得了吗？他就不带动的。行。这个谈了多久来着？谈了小1年。你们那谈的时候是别人介绍说要，还是自己认识？别人介绍的，就是奔着结婚去的是吧？对啊，这人好啊，做饭也好吃。好。父母见过他吗？父母见过，我爸妈就一直担心我这婚姻大事儿，我就一看他好啊，就领来一聊天呢，我爸妈就知道他这前夫这段子，还包括这个前面俩孩子的事儿，我爸妈脸上挂不住了，挂不住他也挂不住了，他挂不住他就不去了。他就说光做饭给送过去，我那跟点外卖有嘛区别？你不得见人吗？你说像他这样说哈，因为我感觉对我非常的不公平。为什么？你说我跟他父母见面了，结果他父母知道我2个孩子这脸就拉下来了，就对我的态度非常的就是说不友好。你说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因为我从小我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我也知道孩子没有家、没有爹、没有妈的那种感受，所以我特理解我的孩子。首先我自己离异了，他爸是成这种状态，是不是？那以后就无底洞。我现在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是要是无底洞，但是我这些钱我不需要你还，是不是？那以后呢？以后结了婚呢？你有没有还？行，明白了。您现在的收入能养活起俩闺女吗？基本上可以，因为我做早餐的，自己开个小店。那为什么要结婚呢？这个怎么说呢？我自己考虑吧，因为毕竟孩子还小，我毕竟是个女人嘛。从某些方面呢，也需要依靠一个男人。那你们得找一男人吗？这我还不是。您找一小孩，这怎么弄啊？我就想吧，因为从另外一个家庭迈出来，我已经很不幸了。我的前夫对我说骂就骂，说打就打。对。但是我现在我就是说找一个温暖的家庭，把我的孩子融入这个新的家庭，他能够得到父爱，是一个健全的家庭。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您得找一个这个健全的家庭啊。
什么是健全的家庭？健全的家庭是有正常感受力的家庭。您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我明白，我明白。其实您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养活双胞胎闺女，对吧？是。现在的困惑是您的男朋友不理解您，对吧？他不理解我。首先，我就感觉他的性格就是一个小孩子，非常非常的幼稚。如果他要跟你商量，我前夫就这情况了啊，我想出这钱，您同意吗？我不能说全部同意，咱商量咱们6万，我这可能最多给个2万，也不能说全那无底洞以后60万呢，卖房子以后万一哪天再脑梗了，你怎么办？再救啊！再救你掏钱啊？你掏钱救？我掏得上这钱吗？对啊，那我跟他什么关系啊？那我没嘛掏这份钱呢。客观现实就是这样，您喜欢了一个重情重义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生活里有一些她割不掉、舍不掉的东西，有可能会花一些钱。未来的生活也是这样的，这女人你还喜不喜欢？反正我现在有点犹豫啊，那你就说我犹豫了，不就完了吗？我犹豫了，对吧？啊，得嘞，听明白了，事儿我们都听明白了。我也不知道你们俩为什么要在一起，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确实，大姐对谁都好，这说明你性格好，人好。从你对自己前夫这一件事情，至少感动到我了。一个女人面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男人，在她生命无助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以德报怨，是感动人心的。你们2个人能不能走下去，你心里很明白。如果这一个大姐她不是自己有个早餐的档口，不是有经济能力，你的态度还要差100倍。因为你今天告诉我们，你把孩子带过来，如果再去照顾你的前夫，无底洞。你刚才说的无底洞3个字是深深刺痛到我的，这就是你的价值观，就是你对情感的标准，在你的心目当中是以金钱为衡量的，毫无疑问。你刚才说我小你大，你就应该理解我，言下之意就你做什么事情都要迁就你，他都要妥协。我没那么说，言下之意很明白嘛。你对这一个女人有多少爱，我看不出来。如果是真心爱你，即便你做的这一件事情她内心不舒服，也不会这么张扬的表现在你的面前。何况你现在不是他妻子，你花的是自己的钱，没用他1分钱。这6万块钱让他出一半，你想都不要想。中年恋情可以务实，但没有像你这样的。你要有一个思想准备，如果这一段恋情你还要走下去，风险很大。等到哪一天你的早餐档口生意不好，或者你无力经营，你是孤立无援的，我断言他是不会给你1分钱的。最后一句话，大姐，遇到喜欢的男人牢牢地抓在手里，遇到不合适的男人赶紧放手。谢谢。我觉得你们今天来挺好的，真的就是时机特别好，1年嘛，也不算太长，也不短。之前没矛盾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谈了1年恋爱。先生觉得这位大姐对你照顾得特别好，对你无微不至，你感受到了幸福感。女士也一样嘛，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不少的一个小年轻，充满朝气，你也很愉快呀。真的1年挺好的，你再拖个3年5年，如果依然风平浪静，还真走进婚姻里了，那我想想我都后脊梁发麻。真的还好，当家庭遇到这个重大困难的时候，这个时间来得早一点，你有机会提早看清楚你们俩彼此不可能走在一起。刚才先生说了一个话特别逗，说那你这前夫不就是无底洞啊？那我说难听点你别介意啊，有一天你病了，你是不是无底洞？他把你扔了？有一天他要病了，他是不是无底洞？
那不是我们俩结婚了，那是前夫啊。你俩结得了婚？那前夫是他女儿的亲爹，他女儿回来哭着跟妈说：“妈，我爹病了，你能不能给我爹出点钱？”他说不，他怎么当这个妈？出点钱行，你不能说全出，对吧？全出肯定得涉及到我。对呀，你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你不愿意拖上这个包袱，你看中的就是一个女人能干，只是带一个闺女，没有负担也有收入，对你像妈妈一样的好，你看中的不就是这个吗？今天平衡打破了，她不能像妈妈一样爱你了，她现在俩闺女，她得挣双份钱，她也不能像过去那么无微不至的照顾你，因为她还背了债，她还得照顾她前夫，有可能就得拖着这个人。所以你爱的是这个人，还是他给你的这种关爱，还是他经济条件以前很好，还是他没有那么多负担？你明显不是爱这个人呀，你爱的是他提供给你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今天出现这个事，看清楚彼此的需求啊，女士，这个我不是说一定批评他，他的需求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你提供不了了，咱也不去再解释了，没必要解释，这是我人生的选择，我达不到你的需求，再见。咱收拾起自己那份心，好好带大两个闺女，这是你的财富。你有好手艺，可以做早餐、开小店，养活两个闺女，你也会碰到一个和你一样重情重义、有手艺，能够扛起你们家责任的男人。碰不到，咱就自己先扛着，也扛这么多年，扛得挺好的，是不是？是的。哎，1年彼此感恩，说再见，谢谢。我再做一个假设呀，你的前夫因为脑梗了，你把他给挽救回来了，恢复如初，他会感恩你吗？这个我没有考虑到这方面的，我只想就是说，当时吧，就是所有的恩怨全抛到脑后，先救他一命再说。我不否认你的抱怨，也不否认你的品质啊，我们只是探讨，在这里甚至没有绝对对与错，所以这就是在某种角度来讲，前夫遇到问题你都能帮他，在婚姻之内，你也一定是尽职尽责。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对不对？是的，是的。但是你还是离婚了。我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在原来你的婚姻当中，你做的太多了，做的他无事可做。他除了挑剔你、折磨你之外，他可能也不会干什么了。被你给宠坏了。我想把这个事儿啊跟你说清楚，在该帮，我也觉得可以帮一下。但反过来，帮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俩谈恋爱呢，咱俩说一声可以不？说一句话的事儿，毕竟两个人奔着未来走。这为什么说明你没有商量？在帮助人这件事情上，你也过度自我了。大姐，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我听明白了。对吧？我觉得我帮的是对的，我也不考虑那么多了。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毛病，但是和他说句话可以有。另外一个，我看到的是你是在借钱帮人，对不对？是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哪怕是亲人，可以无条件的爱，但是要有原则底线。如果这个度你把握不好，你的边界太大了，过度负责，我是在想，未来你不知道还会惹出什么祸来。你帮前夫可以，但也不能成无底洞。用借钱的方式，你要不要养孩子？你的孩子没饭吃怎么办？你不给自己家里留点这个活命钱？再做好人，有一个前提，不以伤害自己为主，不透支自己为主。我觉得这个好人是我们所推崇的，而是不是把自己搞得伤痕累累。婚你离了，他对你不好，你救完他以后他好了，我告诉你，他仍然不会感恩于你。如果这样下去的话，你的孩子教育出来的是一个能够担当负责任的人吗？说完了，自己慢慢品。哎，于老师这个意思你一定要记住啊，也就这一次了，因为是紧急，而不能因为这一次变成了你成为他养老的一个人。对，是不是这意思？没错，他的核心是在这儿。听明白了吗？听明白。就是我们是觉得这个时候伸个援手没有什么好说的，但是你要再往下，那就是越借越过了。没错，没错。你是借别人钱，所以说你自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那你对孩子也不尊重，是不是？对。男方啊，我说啊，你啊嘴太贫了，你这张嘴不饶人，也体现出了你的计较。嘴巴上都不饶人，那你的容人之处在什么地方呢？
必然这样的人，他能够对前夫好，他一定也会对你好。但是前提是他就是这么一个大爱的人，你看重的不就这一点吗？那么对你而言，学会能够去包容一些委屈，接受一些所谓的不圆满，可能你得到更多。当一个人计较的时候，你永远得不到计较之外的东西。这个年龄了，咱很多事儿看明白吧，别总想着自个儿，最后就把自己活成孤家寡人了。行，谢谢老师。男生，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怎么处理呢？你的前妻突然出了重病，不能照顾孩子了，又需要钱，我救肯定是救，我最后我得跟他说一声。他同样也跟你说了，你跟我说那我是商量的口吻说，那不能说最后你打个电话通知，不是接过来了。他如果不同意，你还会救吗？不一样嘛，那不一样吗？对啊，你不也是救是肯定的吗？我生的气不是救不救的问题，是你。我在问你事实，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头上，你会怎么做？他已经答过了，就给2万，不会给全部。我全部给，我最后通知他，全部给。他的回答已经变了啊！前面他说给2万，那是另一回事儿，那是他前夫。哦，到你前妻的时候就全给。他因为他前夫那你看那人性那摆的，那我那可。所以你看，你为什么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你要强加于他身上呢？分人呐！什么叫分人？对，就是自己嘛。自己要全部去救，为什么你要求别人？因为他前夫不行啊，人不行啊。那是他的事情，你怎么听不懂我的核心意思呢？这就是你的问题，没有那么足够的责任心，不会共情。所以说，经过事儿，我们能看出这个人到底适合不适合。选错了就选错了，赶紧止损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不仅要及时止损，发现问题我们要即时止损，就这样。这事儿我为什么说你还不够成熟呢？咱们看看这事儿，假设说落到我身上，我怎么做？首先说钱给没给？给了啊。先给的钱后通知的你，咱就想这钱还要得回来吗？要不回来了。所以埋怨有用吗？埋怨没用。那不如送个顺水人情呢。那就是刚才于老师说的那段话了。我没有权利，但是我作为你现在的男朋友，如果我们未来要生活在一起的话，你前夫的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一下。哎，你这次的做法我是不认同的，我害怕以后你前夫再出这个情况，你救不救？咱讨论是这个。对，是这意思。也没讨论啊，你没讨论，你是说你为什么没通知我呀？然后最后我们划定一个，你还救吗？你看，你要还救，那对不起，咱俩不能在一起生活。那我担心这事儿，那我等于娶了你，我还把你前夫娶回家了。对，那这事儿我干不了。那你这么说，你该走不就走了吗？你也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我想不是对啊，不，那你不就该走了？你嘴碎叨叨的在这碎碎念什么呀？一个大男人的这点事儿看不明白吗？你不就应该这么沟通吗？所以我要问的问题恰恰是在这儿的。我带他问，他不会沟通。现在命救回来了，这个男人你未来还管吗？经济上，我经济上我量力而行吧。什么叫量力而行？如果您还管的话，那还不如复了这个婚的好啊。那何必？复婚是不可能了。哎，所以为什么要管呢？一个曾经伤害过我的人，我都救过他一命，我为什么还要管？孩子能理解，理解不了，随着他成年之后他会理解的，这就是您的边界。我明白。好吧。至于您呢，就是我说那话，我要是您，我真喜欢人家，这事儿我都知道钱要不回来了，界限画在这儿了，我就为了娶你，我帮你还点钱，我做个样子总行吧？都没有，没长大呢。你照顾不了一个女人，你更照不了一个带着双胞胎女儿的女人。仨孩子在一起玩，打了个架这件事儿你都协调解决不了，你还能干嘛？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我是挺喜欢你的，但是通过这几件事儿啊，我现在也是很犹豫，也是很纠结，因为我怕你的前夫也是以后也是没完没了，
说咱俩结婚以后，我还得跟你一块儿分计划，我接受不了，反正我现在得考虑考虑。有你的想法和立场，但是我自己呢，也经过我前夫这个病和孩子的问题，包括和你父母就是嫌弃我带的孩子多啊，我自己也对这份感情产生了质疑。我也自己想想后面的路还能不能走下去，因为咱俩的想法就是偏激太大了，再加上你把所有的时间都没有把我的位置放在前面，所有这一点我感很寒心。我听了最后这一段告白之后，基本觉得哈，他们俩要复婚其实挺好，各回各家，各找各的前妻和前夫。你们这段关系就是为了复婚而存在的，挺好的。谢谢两位，请回。来吧，博宏兄，预测一下他们还会出来吗？我预测2个人肯定都不会出来。首先预测是双不出啊，然后从复婚角度讲，男方是应该被前妻嫌弃，不会复的。但是如果女方这个大姐回到前夫那里，那她复婚的概率是极高的。双不出的结果是肯定的，但是我猜想啊，她要复婚，她大概率会复婚，但原因不是她老公，孩子嘛，是孩子，是孩子抱着大腿说：“妈妈，照顾爸爸，我们一起生活吧。”他说：“好吧。”哎，行了，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我主要好奇女生出不出，在吗？挺好，这个结果特别好。既然不能够接受彼此的价值观，那咱就早点分开。来吧，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吧。各位请看。她的前夫老是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他俩走得很近，我猜不准他的想法，我感觉我特别憋屈。我是很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的，但是他注意力总是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却忽略我对他的爱。我觉得我就是个冤大头，出力不讨好，他还时常道德绑架我。在这种感情中，我被消耗得心力憔悴。他就是爱面子，爱炫耀，什么事情呢都往身上揽，到头来还认为是我的问题。既然他有能力，就不应该小题大做，大男人就应该心胸宽广一些。有请这对情侣，有请。岳先生49岁，来自天津，自主创业。郝女士39岁，来自天津待业。欢迎两位哈，主持人好。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吧？是。对。然后2个人相遇了啊，谈了多久？2年。谁追的谁？算朋友介绍，也不能算谁追谁，算是我追他吧。哎呀，带做一个男人的那就不能说我追他吗？那有什么丢人的呀？好了，到今天2年过去了，为何而来？就是对于我来讲，现在我觉得我在他们家感觉就是我被当作羊来薅羊毛那种感觉啊，所以说我的心里一直很不平衡。那你今天是来干嘛的呢？我想首先要评一下理，认为我到底错，还是我到底是对。就首先先评评理，说我到底有没有被薅？对啊，那您说吧，我们听啊。我们2个认识到现在2年左右了，然后呢，在一起生活都会经历家庭的开销，那么现在所有的家庭开销基本上都是从我这边来出啊。我大概每个月给他卡里存个3000块钱左右吧，就在家里的日常的就这种正常开销。但是呢，前段时间我给完以后不到半个月，他就告诉我，钱不够了。那我就问他，我说那钱去哪儿了？他告诉我给他父母买了一个空气净化器。我说那我给你这个钱是让你来这个家庭正常的开销的，如果你的父母有额外开销，你要跟我讲。而且呢，我给这个家庭的开销，我认为比如说我下班以后回到家想吃个热乎饭也是很正常的。一回家下班就告诉我你看看家里有什么，你先打扫打扫，有什么你先吃什么吧。我这带孩子也挺累的了。他带谁的孩子？他的。孩子多大？一个16岁，一个5岁半。就家里俩孩儿啊？对。
都是女方的。哦，行，您接着说。我就感觉从我这抠出来钱以后，再给他们家去补贴他们家他父母想要什么，那要这么说，我还有父母呢，我还没给我父母买东西呢。哦，听明白了，就是你们住在一起之后一直是这个状态是吧？对。哦，3000多够用吗？不够用，我也做着兼职呢。俩孩子前夫给抚养费吗？离婚协议上写着给，但是一直都没给过。这俩孩子呢都跟你们在一起生活，那可开销大呀。是。大概您一个月挣多少钱？我一个月兼职也挣不了多少钱，2、3千块钱左右。那是紧张了点儿。俩孩子加2口大人，那跟前夫要了抚养费吗？要过，一直也没给过，因为离婚以后他做生意也赔了好多钱。外面外债也很多。这是不是心里也不舒服？对呀，他前夫在外边做生意赔钱了，欠别人钱。有时债主找不到他前夫，或者他前夫还不了钱，就找到我们这儿来。那一要账呢，街坊四邻、楼上楼下的一闹，全都知道了。我出于好心，我为了把这个影响降到最低，我好心好意的、好言好语的把这个债主劝到楼下，在门口放店，我请人吃个饭，而且我微信里有多少钱？那一天我记得应该有2000多块钱，我又给他转了2000，我说这2000块钱就算我先替他还点儿。你就以后别上这儿来闹来了，有什么事找他前夫去。我认为我做的已经很仁至义尽了。可以了，可以了。但是，他却说我乱管闲事儿，把这种事儿揽到自己身上。因为这个钱本来也不是他欠的，也不是我欠的，是前夫欠的。他就特别爱装大，然后显摆自己。他说这事儿我能摆平，还请人家吃饭，还又给人家钱，把这个钱给了张三了，李四又来要来了，说这个前妻也能还，然后又上这儿来找我来，又要钱来了。那你说这个人家债主上家来闹了，影响到了我们的正常生活，街坊邻居看着好看吗？对不对？咱们都是这么大岁数人了，也不是给邻居看的。是不给邻居看，但是你自己心里舒服吗？对不对？天天家里鸡吵鹅斗的。外边又来闹来，这生活有什么意义呢？那人家来要钱了，也不是说在外面就那什么，人家只是要到这儿提示一下，告诉我如果我能联系上他，然后我告诉他呀。行，懂了。住的是您那儿是吧？他那，就是他们过去的家里。对。这件事呢，我要解释一下。我不是没有房子，我有房子，只是因为他这2个孩子需要照顾，因为再搬到我那可能觉得不方便，当初，所以我就到他那儿住去了。然后通过这件事以后，我就跟他说，实在不行啊，咱就搬到我那儿去住，对吧？孩子上学如果远点，我天天可以接送嘛，对不对？他也不同意，我不知道他是到底是留恋他前夫，还是留恋他跟前夫在一起生活的这个场所。哎呀，就是孩子上学吧，我想。对，就是孩子上学不方便。跟俩孩子关系好吗？还可以吧，我只能搜，就很无奈呗。这个前夫总是出现在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啥意思啊？有一次我快下班了，我说给他打电话，我说家里今天晚上吃什么，我顺道带回去。他告我，哎呀，孩子发烧了。我现在在医院了。我一听这个，我一看赶紧去吧，到医院，结果我一看他前夫在哪儿。我就问他，我说你孩子发烧了，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你不给我打电话，或不通知我？为什么要叫你前夫来？他说我白天给你打了，确实这咱承认。但是我白天工作忙，我没有听见。但是你再我不回电话也好，没接电话，你也不能把你前夫叫去啊。那这成什么了呢？孩子发烧了，然后就给你打电话，打了好几遍电话，你都不接。当时我在，但是我不也是为了给咱们俩减轻点负担吗？平时他就不给抚养费，我这不想着孩子生病了。然后让他来照顾吗？孩子本来就是他的，他为啥他不照顾啊？他连每月1000块钱的抚养费都给不了，你叫他去，他能做什么？他是能付了这个医药费，还是能给孩子买一些水果、买一些零食，还是能做其他的东西呢？他能照顾孩子呀？不是，至少人家孩子的亲爹，通知也没毛病。没有否认这个是吧？这种血缘关系啊，但是我认为2个人既然已经离婚了，就应该把事情要分得清清楚楚。就是这个还行吧，因为生病嘛。别的呢？没有了吧？还有一次啊，我下班以后，我一开门，他前夫在厨房做饭，这娘仨在客厅看电视。我一开门一看，我都傻了，我觉得我是来串门来的，我成外人了。
不是我打的电话，是孩子给他爸爸打电话，说想要吃他爸爸炒的菜。但是你说他来了，他进来了，那我不能把他轰出去吧？再一个，你说孩子这么大了，他也不听我的，他就偷着给他的爸爸打电话，我也没办法呀。那您当时就没想着给他打个电话，说咱俩晚上出去吃？对呀，因为我前夫来了，孩子要跟他们在一起，那仨吃，咱俩出去吃，这事儿不解决了吗？我没想那么多。啊，他就是总是认为做什么事情啊，他都认为很正常，每件事都是他先做了，然后再跟你说。听懂。你说孩子想吃他爸做的饭啊，那难道我不会做饭吗？那也就是说我的手艺比他爸差吗？人家要的是亲爹，这咱就别比了啊。OK， 那他要亲爹的话，那我就认为，那他们两个人现在就想复合了，他们想和好，他们想复合，那我就可以。那只是孩子吗？还有别的迹象，你觉得他们要复合吗？是真的，我再说出来，我都觉得很可笑了。这件事做的，你说，就不光前夫的事情啊，连她前婆婆的事情，她也在管。她前婆婆病了，去医院看病去，也是她陪着去，甚至说看病钱不够了，从我这儿拿钱借钱。是这个前婆婆呀，她本来就有半身不遂，那天突然血压升高了，给我打电话，联系不上她儿子了。然后我这听着，我这心里我也着急呀，因为相处也10来年了，你就是邻居和你这个救命的事儿，你也得要帮啊。我也没多想，我就带着他去医院了。一到看病交钱的时候了，我也是确实不富裕，我就给他打个电话，从他那儿先借点钱，先给交上医药费，然后再还他也不是不还你，他的保险下来不就还你吗？这跟他还不上你，我打工我也能还上你呀。这是2件事，还钱跟带前婆婆去看病，这是2件事情。我现在能理解为什么你说我是一只被他们家薅的羊了。你为什么离婚啊？因为前夫不顾家，属于那种好吃懒做型的，然后啃老的，然后慢慢就属于冷暴力，好几个月都不说话，然后就离婚了。行，给你们听段来自前夫的采访。来，虽然说我俩离婚了，但是呢，我跟他毕竟在一块儿都18年了，能没感情吗？当初离婚的时候，确实是我的原因，不太顾家。可是我现在也在改变呢，虽然说也给他添了不少的麻烦嘛，我这心里头也内疚啊。现在呢，我的那些个外债啊，慢慢的也快还完了，日子呢也越来越好了。我想弥补一下他娘仨，毕竟孩子是我的，最起码我还有看孩子的权利了。他现在和这个大哥在一块呢，说实话啊，我这心喽不舒服。如果说他俩真能修成正果，那我祝福他们。要是因为我看孩子这点事儿，他俩人闹了矛盾，那我觉着他俩感情也就那意思。而且到现在为止，他俩还没领证了。说白了，我还有追回他的权利和机会了。不，这什么意思？那就如果单从这个他前夫这段采访上来讲，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可以复合的。我刚才也想说，就是单从这段采访来讲，就是说，好像你现在出现情敌了，而情敌恰恰还是他前夫。你没有复婚的意思吧？没有，肯定不。但是你做的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你们就是想复合。啊，受伤了啊，受不了了哈。你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吗？他对我确实是不错，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也爱计较，不像当初认识的那样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什么小事他跟您计较呀？比如说给我父母买了这个空气净化器这个事儿，他不也当个事儿似的在这儿提吗？那我也是为了给他在我父母面前有面子，说是他买的吗？家里的开销是我来在付，你给父母买东西，你要提前跟我商量一下，这是最起码对我的一个尊重。行，这事儿咱们不说了啊，也2年了，你们俩平常的这个2人世界的时间多吗？会有吗？会有一些，但是确实时间不多。这样，因为他有孩子嘛，有孩子这个负担嘛。他呢，因为基本上在家带孩子，基本上他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对于我来讲呢，我的业余爱好就是从年轻时候爱听一些摇滚乐啊、重金属啊这些。那有一次就是说，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出去了，然后正好赶上有一个乐队呢来天津演出，我觉得这个挺好，我正好我带他也去听一听这种音乐，接受就是新鲜的事物嘛。那我就跟他说了啊，他说行，答应去。结果
我下班直接去的那个演唱会现场，然后他从家里去，结果我一去，他抱着孩子来的。那我说这种演唱会怎么能带孩子来？又不是说轻音乐，又不是说流行音乐，它是那种非常那种很激情的那种很燥的那种音乐。就带着老二来的是吧？对啊。他就说去听演唱会，我也不懂什么叫摇滚呢，我以为听个演唱会孩子也听话，然后就带着一起长长见识呗。平时他是确实是约我出去，我总是拿孩子找借口不跟他出去。我想着他这次他喊我了，那我也别拒绝他了，我就带着孩子去了。然后他看见我了，看见我抱着孩子来了，然后他就把票扔在地上了，他就甩头他又走了。他说不听了。我一看他生气了，我说我就哄哄他吧，我说要不然咱们出去吃个饭去。他也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然后跟孩子那儿嚷。再说了，我也不懂什么叫那个摇滚音乐呀。那你带孩子出来，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问我一句，可不这种场合可不可以带孩子？你看以前咱们带孩子去公园，我从来没说过话。但这种场合，你是不是就是你看，主持人还是这些，他永远做事情先做了再说。人这么听起来还可以哈。跟您发过大脾气吗？几乎没有。动过手吗？没有。他要真走了，还有点舍不得呢吧？是啊。这个咱们当然不能这么比啊，但是今天那个有挑战者嘛，前夫哥不是也来挑战了吗？就是觉得在责任心啊和成熟度上面哪个好？好。所以这大哥委屈呢，我是一只羊，你们薅啊薅啊。对，所以现在我觉得是特别憋屈。好，来吧，你听听老师们给点建议，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的爱情还剩下多少，我所看到的是你们的这一份情感，通过2年的这个磨损，已经消磨的差不多了。你的很多做法，恕我直言，我不敢恭维，我也非常不认同。虽然一个空气净化器非常小，但这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钱，为什么不事先和他商量一下？对，2个人商量，他肯定很开心啊。我要买一台净化器给我的妈妈，然后呢，我告诉他是你想到，你主动给他买的。对，没错。孝敬老人，老人肯定很高兴。另外，他替你前夫还债，怎么是显摆呢？他并不是说愿意帮你的前夫去还债，只是他怕你受到围攻。所以这样的一种行为，我们还要指责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当然，离异了，我们对孩子的爱不能离。孩子生病，作为前夫，他有知情权，而且也有义务。但我在想，如果孩子仅仅是一个发烧，他也不是故意不接电话，是不是要急着在1天之内一定要把前夫叫来照顾？让他知道了，情何以堪？还有，前夫到家里来，不管是孩子叫来的，还是其他原因，你都是明白他马上要回来的。这个确实你没有把他放在应该放的位置上。他和前夫哥见面，那真的是很尴尬的。对，刚才你前夫他说的一段话，我个人的理解只是说话好听而已。既然像他这么说，现在自己情况也好了，那你把孩子的抚养费给了吧，前面欠的还了呀。对，这2件事情都不做，还来砸场子来搅局，你前夫我不敢恭维。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他想要的是您的一个态度，他愿意被薅羊毛，他愿意付出，就是想和你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借孩子之口，我们也不能去引导孩子，甚至暗示孩子什么。爱情还剩多少，你们心中很清楚。如果说大家已经力不从心了，该做如何选择，你们也心知肚明。谢谢。我其实听前半段一直就没听明白。你说一个男朋友啊，帮你照顾2个孩子
为了你的孩子上学竟住在你的家里，帮你的前夫还债，挡上门来讨债的人，然后呢还吃醋说，难道我做的不如你前夫饭好吃吗？为什么你孩子要当着我的面吃你前夫的饭？这么打着灯笼都难找的男朋友，怎么听起来他还爱答不理的，还这个老挑毛病的，怎么你还不太情愿呢？最后我想明白了，你这前夫，你难道不知道他想追求你，他想把你挽回吗？你不知道他对你感情还在吗？你自己不知道，你如果和他离婚，现在有新任的男朋友，即将结婚的一个人，不应该把这个男人带回家吗？你没有这个边界感吗？我不信。如果你的孩子知道自己的妈妈深深爱着现在这个男朋友，他都16了，他还会把他爸叫过来搅局吗？他应该很知道，妈，你看这个男人这么好，咱好好对他，叔叔对我们也不错。你自己什么都清楚，是眼前这个男人，你觉得他照顾你们很好，顾家，对吧？成熟，饭搭子，生活搭子，过日子的好男人。可是你的心在哪儿？我觉得你心好大一部分还在前夫身上。你只是怒其不争，他不知道赚钱养家，欠了一屁股债。真的是你的情感在他身上，但是你只是觉得过日子和他在一起很绝望。你还爱着你前夫呀，姐姐？我没有。好，你自己说的没有是吧？那你把这些边界立清楚啊。你搬到你男朋友家去住啊，咱少点麻烦呀，省得讨债讨到你们家呀。你男朋友说了，不嫌他家住得远，他送孩子上学，你还要让他怎样？他都说了，我都不知道你守着这个家是守着和这个你前夫的生活呀，还是心里守着这个男人呀？咱们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不要欺负一个爱你的好男人。真的，你自己捋捋清吧。我觉得矛盾中心点在你这儿。你要想跟你前夫好好过日子，咱回去过，不要嫌他穷，你们俩从头再来，该工作努力赚钱还债，将来养家，你们一家4口好好过。你要说我这个前夫不争气，我看不上他，我不能再跟他过了，我要新找一个男人，重新开始好的生活，请你把你的心收回来，和眼前这个男人好好过日子，搬走，和前夫断绝情感上的任何来访。要看孩子，好，自己和老大打电话，16岁了接不了电话吗？不用再通过你了，为了给你现任男朋友看，我的一心是和你在一起。你只要做一个抉择，我觉得你以后都有好日子过，前夫也能有前夫日子的过，现任也可以过得很好，就怕你脚踩2只船。最后我跟你讲，你前夫还是那个不争气的不赚钱的人，你也把你现任男朋友心伤透了，人家走了，你竹篮打水一场空，什么都没有。好日子好过才能收获幸福，好日子不好好过也过成了烂日子。好吧，请你今天内心做一个抉择，然后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切割。你是和前夫切割还是和他切割，我都支持啊。但我个人心里，我觉得这个男人真不错呀，你跟他好好过吧，行不行？其实核心关键点还是在女方身上，这个是跑不掉的。女方，我问一下，你平时也不是特爱说话吗？是。脑子有时候想事其实没有那么多，对不对？是。我就来判断一下，以我的目测，就是女方啊，头脑简单单纯，有很多事情不是特别会处理，然后呢，奉行简单省事的原则，给人感觉站在那里很安静，但是也很被动，甚至有些时候给人感觉很淡漠。那我问一下，咱今天说点心里话，还爱他吗？爱。假如说他今天说要和你分开了，你会追他吗？会追，这时候终于主动了。所以你的懒，你的不作为，无形当中就把你这个男朋友给伤害了。我再来问你啊，咱们把那个前夫哥扔在一边，没有他的事儿，你觉得你爱他吗？如果放在没有出这些事之前，爱啊，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你的女朋友没有想复婚的意思，刚才的种种应该她不太会办事儿，误伤了你。前夫什么态度，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你不能因为其他人对他的喜欢，你就打了退堂鼓，然后甚至你觉得我受了伤，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可惜了。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两个人在感情生活里边都是应该是相互，但是对我来讲，现在我没有感觉到相互，我只是感到我单方面的在努力也好，在付出也好，不管是情感上啊、金钱上啊，我感觉我是单方面的输出， OK，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回报。这个分两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吃醋前夫是个事儿，不要因为前夫的干扰左右了你如何去喜欢他。第二，他本身就不太会做情感互动，他就是这么一个简单安静的人。但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女朋友不太做情感互动，我的情感需要又很细腻又很敏感，我得不到一个良好的回应和互动，好，那我觉得一会儿你可以毅然的离开，感谢这段经历，我觉得应该做这个决定 OK， 好吧？好，谢谢。我觉得女生是搞错了一个顺序，谈恋爱两个人在一起的顺序是什么？其实这是很多有离异经验的情侣通常犯的错误，或者下意识的一个感觉。我们都有离异的过去，我们都可能有孩子，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能接受我的孩子不？第二一个，你能接受我和前夫或者前妻的关系吗？第三一个，那我的家人你能够接受吗？女方就是按这个逻辑走的。你们其实没有谈什么恋爱，你们1对1的谈恋爱的机会非常少，全都要不带着孩子，要不就是体现在你怎么对我的过去以及我周围这些人关系当中，你去考察对方是否合格。所以这些考察都在消耗你们仅仅是看到对方好的一面的根基并不扎实的那一点情和爱。女方你到底真的不懂应该跟前夫保持关系吗？不是，你是或多或少在看他怎么去对待我和前夫的关系。你对于自己的孩子是溺爱的，你甚至于不分原则没有分寸的去说孩子说让前夫来就来了，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有，但你可能还就想看看他是什么表现。真的孩子发烧了联系不上他就一定要联系前夫吗？你是少一个帮手是吧？那你们周围有朋友都可以帮你啊。你就是想看看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甚至于说你不这么样的对待我，我有可能就会前夫来填充你的位置哦。你给自己的前婆婆去帮那么大的忙，你是好心是，但是你有考虑她吗？有，你想看看她怎么对待这件事情。但是你们之间没有感情基础，这样的事情就一次一次的在消耗，在让对方保持怀疑。你知道前夫有可能想跟你复合吗？你当然知道了，但你就想考验他，考验怎么样？人家不干了，你花着人家的，你住在哪人都没有意义，最后人怎么样？觉得自己是第三者哟。所以这事儿玩反顺序了。你得先跟他有充足的互动，让他坚信你跟他是一条心。所以接下来你要怎么做？你就得多增加你们的二人世界，多增加了解，要去把那些顾虑全都把它打消啊，这样才证明你们之间的感情是牢固的，是唯一的。就这样，谢谢你。这段关系特别简单，至少今天来是一个巨大的警钟。曾经吸引他那个东西还有多少在？你们未来面临一个什么新的环境？以后还要做哪些事儿？其实我觉得男生可以做一个规划。我倒希望你们一会儿那60秒的时候，能够真的把这事儿谈清楚和谈透了。要想留他，就是于老师说那个，其实都快熬出来了。大儿子再有个2年，差不多该高考了，闺女儿也大了，也懂事儿了，就慢慢的快熬出来了。怎么在这个时候出这么个事儿？抓住幸福吧，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我呢错误很多，我希望呢慢慢的把我的毛病都改了，而且跟前夫那儿断得干净。在你的这些爱好当中呢，我也多去了解，多跟你互动，还是希望咱们俩能慢慢的走下去。我其实也明白，
但是呢，现在对我来讲呢，我觉得是已经够了。我只能用这2个字，够了。也许是我的错，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让我想一想。这够了这个词儿可够重的，哎，倒是也能理解。谢谢2位，请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小心被骗。哎呀，于老师啊，确实在恋爱当中，对对方的付出要多些领情，多些感谢，也要多些珍惜。我还是判断2个人会双出。我的预测是女出男不出，我觉得双不出吧。来吧，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男生应该不出来。唉，50出头的人了，说了够了这个词儿，这就已经是非常重的词儿了。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认清楚了嘛。祝你们能找到属于你们自己的幸福。再一次的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